我的烧烤店月入100万，全仰仗后厨5个师傅的手艺，他们也清楚这一点，所以隔3差5就要涨工资。这次甚至用集体辞职来要挟我。顾老板，我们哥几个刚才碰了个头，这家店能日进斗金，凭的什么？你我都心知肚明，凭的是咱们兄弟的手艺。客人是奔着这口炭火烤串来的，可不是奔着你这位老板。所以哥几个觉得，就现在这点工资配不上咱们的本事，我们也不多要，现有工资再涨40%。另外，我们还要技术入股，拿店里40%干股，要不然我们5个今天立马走人。想当初我刚盘下这家店那会儿，老赵还不过是个打杂的小伙计，现在仗着自己是老员工，隔3差5就要折腾一回涨工钱。上个月才刚刚给他们加了15%。好，我知道了。老赵当场怔住了，他身后那几个人也全僵在原地，整个店里的气氛像是被冻住了2-3秒钟。就这么一句，你这话几个意思？我是说你们提的条件我不接受，你们的辞呈我准了，工资稍后就结给你们，从明天开始你们不必再过来了。顾谦，你考虑清楚了，少了我们几个，你这烧烤店撑不了3天。别当我们不清楚，你除了会记账，连炭火都点不着，等客人全跑光了，我看你哭都没地方哭。我没理他，转身对着那2桌目瞪口呆的客人微微鞠了一躬。对不住各位了，今天后厨出了点突发状况，得提早关门。还没吃完的朋友，这顿算我请客。已经用完餐的也谢谢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照顾我们生意。客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而我始终挂着那副职业性的微笑。老赵见我不接他的话茬，脸憋得跟猪肝似的，最后咬着牙甩下一句：行，你厉害。顾谦，你可别后悔。兄弟们，咱们走。老赵领着4人走了出去，临走前还泄愤似的踹翻一张桌子。此时店里一片狼藉，地面散落着许多空酒瓶，桌面上堆着啃完的竹签子，炭火炉里还冒着没灭尽的火星，唯独还待在厨房里的就只有管食材的王阿姨了。顾谦，这可怎么办啊？他们都走了，明天谁来烤串？咱们是不是要关门了？王阿姨是我家的老街坊，她清楚我压根不会烧烤。这10年里，我负责的是收账进货招待客人，后厨那一摊子全都给了老赵。王阿姨，别担心，先把店面收拾一下吧，别忘了把暂停营业的牌子挂上。说着，我直接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喂，张师傅吗？我顾谦，对，城南烧烤店那个，想请您带装修队过来一趟，有点急活。对，今晚就得开工，把后厨的烤炉和炭火槽全部拆掉，一个都不剩，换成新的切配台跟烤鱼桌，做烤鱼用的那种，钱的事您别操心。挂了电话，我走进后厨，打开柜子最深处那个上锁的铁皮柜。这个柜子我从未在任何人面前打开过它。王阿姨好奇地凑过来看了一眼，又识趣地退了出去。柜子里面没有图纸，没有商业计划书，只有一个灰扑扑的陶瓷坛子，坛口用黄泥和红布封得严严实实。爷爷年轻时在朝天门码头边上开了一家烤鱼馆，就靠这一坛底料养活了全家老小。那时候码头上的搬运工挑夫、船工都认这个味道。后来城市改造，老店拆了，爷爷把这坛老卤封存起来，临终前交到我父亲手上，父亲又传给了我。他还特地嘱咐我，这坛东西是我爷爷的心血，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它。哎，爸，爷爷，现在就是万不得已的时候了。我走到厨房角落，翻出一个落满灰尘的笔记本，那是爷爷留下的手写菜谱，字迹有些潦草，但每一个步骤都写得清清楚楚。选料的配比，炒制的火候，发酵的时间。这些年我虽然不会烤串，但我一直在研究烤鱼。爷爷的手艺我早就学了七七八八，只是一直没机会用。老赵啊，老赵，你们以为我只有你们这一条路吗？我手里可一直捏着王炸呢。夜里10点，装修队准时赶到，带队的张师傅是我老婆的朋友，手脚麻利，从不多嘴多舌。他瞥了一眼后厨那排用了10年的炭火烤炉，不确定地问道：顾谦，你当真舍得拆？这炉子当年可是你和你老婆一砖一瓦砌起来的。哎，拆吧，都过去了。行，听你的。电脑的轰鸣声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扎耳，砖头和水泥溅起一片灰土。我头顶安全帽站在一旁，瞧着心里没有半点留恋。老赵那帮人没走远，就扎堆在街对面的大排档上，幸灾乐祸地瞧着我店里的动静。看见没？那小子真把烤炉拆了，他这叫自寻死路。他这不明摆着破罐破摔吗？没咱们在，他能做什么？指望喝西北风过日子吗？我敢打包票，用不了3天。他就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求咱们回去，到那时候，赵哥，咱提的条件可就不止4成了，得有5分。等着看吧，我倒要见识见识，他能整出什么名堂。赵哥，您说他会不会去找别的师傅？城南那边不还有几个烤串的吗？切，就他掏出来的那点薪水，谁去？再说了，人家师傅干的踏踏实实的，凭什么投奔他？咱们这帮人的手艺在这条街上排头1号，他没咱们撑着，就是死路没跑。我没去理会街对面的嘲讽，头戴安全帽，在灰尘弥漫的后厨里指挥着工人们干活。王阿姨没回去，她站在店门口，望着我在里头忙前忙后，脸上的神情由忧虑转为不解，又从不解渐渐透出一点期盼。顾谦，你这是要改行做烤鱼吗？对，做烤鱼。可是烤鱼我们不会做啊，底料怎么办？配菜怎么办？我会。你会？什么时候会的？我怎么不知道？哈哈哈，王阿姨，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放心好了，这家店倒不了。凌晨1点，装修队撤了，王阿姨也回去了，我一个人留在后厨，打开了那个坛子，封存了20年的香气，瞬间弥漫了整个房间。我用一只长柄勺轻轻舀出小半勺酱红色的底料，尝了一口，辣味恰到好处的刺激着味蕾，和记忆里的味道一模一样。爷爷您的魂
孙子马上就给您续上了。我把坛子重新封好，放在最稳妥的角落，然后拿出爷爷的笔记本，逐字逐句的看了一遍。这些年我虽然没动过手，但这些步骤、这些配比、这些火候的要领，我已经在心里演练了上千遍。明天就要见真章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店里，王阿姨来的比我还早，已经把昨天装修时留下的最后一点浮灰都擦干净了，甚至还从家里带了一盆绿萝摆在收银台上。顾谦，我看电视上说新店开张百绿之吉利，这盆是我家养了好几年的，先借给你用。谢谢王阿姨。我亲手把顾记烧烤的牌匾撤下来，然后把新招牌顾记烤鱼挂了上去，比原来的牌匾大了一圈，也更醒目。与此同时，老赵已经在我的烤鱼店对面搭了的临时烧烤铺子，看到我的新招牌后，他们一个个都笑得直不起腰来。牛油烤鱼，他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吗？说换就换，一个连炭火都不会生的小子，会炒烤鱼底料吗？看着吧，这绝对是他这辈子做过最蠢的决定。赵哥，你说他会不会是从哪个批发市场买的袋装底料？哈哈哈，那更完蛋！袋装底料能有什么好味道？客人吃一口就知道是工业货，到时候名声臭得更快。客人是吃烧烤的，谁会来他这儿吃什么烤鱼？他这店死定了。来，兄弟们，先回去干一个，庆祝顾谦自寻死路。我没理他们，回到后厨开始准备今天要用的东西。爷爷的底料是现成的，但需要加水熬开，调整咸淡和辣度。我按照笔记上的方法，在锅里加入了高汤醪糟冰糖，小火慢熬了40分钟。红油翻滚，香气四溢，连正在擦桌子的王阿姨都忍不住吸了吸鼻子。顾谦，这味道也太香了吧，我在外面都能闻到。哈哈哈，那是，这可是我爷爷传了几十年的方子。你爷爷就是那个朝天门码头上开烤鱼馆的顾老爷子吗？对，您知道我爷爷？怎么不知道？我小时候，你爷爷的店就在我娘家那条街上。那时候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要去你爷爷那里订烤鱼底料。后来拆迁了，就再也没吃过了。没想到今天还能再闻到这个味道。那今天您第一个尝尝，品品还是不是记忆中的味道？下午3点备菜完毕，开门营业。我让王阿姨把门口暂停营业的牌子翻过来，重新变成营业中。街对面老赵他们的烧烤摊也已经支起来了，桌椅摆了一排，几个人歪七扭八的坐在那，眼睛死死盯着我的店门。很快第一个客人来了，是附近公司的老李，吃了我们家10年烧烤，每周至少来2-3次。老板，30串羊肉串多放辣，再来2瓶啤酒。咦，等一下，老板，你这里不卖烧烤了？我们现在改卖烤鱼了，您要来一份吗？那算了，我还是习惯吃烤串。老李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转身离开了。接下来的都是老客，他们无一例外，在看到新招牌和新菜单后，都选择了转身离开。有的客人甚至还质问王阿姨：“你们老板是不是疯了？好好的烧烤店改成烤鱼店，这正是练摊的好季节，谁吃烤鱼啊？”我们家的烤鱼也很好吃，绝对不输烧烤，你要不要试试？闻言，客人摆了摆手离开了。直到下午5点，依然没有一个客人进来。王阿姨坐在门口唉声叹气，我倒是很平静，从后厨端出2碗米饭，一锅刚刚熬好的番茄锅。王阿姨先吃饭吧。我吃不下，这店里一点生意没有，可怎么办啊？要我说顾谦，不然你再找老赵他们谈谈吧。我知道你着急，但你先别急，烤鱼店一定会好起来的。至于老赵，我是不可能再找他谈的。王阿姨，您多少吃点，要不等会客人来了，谁有力气招呼？哎，哪来的客人啊？老顾客一看不是烧烤店都走了。我笑了笑，没接话，给自己盛了一碗米饭，夹起一片毛肚送入口中。王阿姨看着我的吃相，咽了咽口水，终于忍不住，也走过来拿起了筷子。那我就吃一口。她夹了一块鱼肉送进嘴里，下一秒她的眼睛亮了。顾谦，这我小时候吃过这个味道，30多年了，太绝了。好吃吗？好吃，太好吃了，比我吃过的任何一家烤鱼都好吃。她又夹了一块，1口、2口、3口，完全停不下来。就在这时，店门口走进来2个人。老板，你们这里是新开的烤鱼店吗？对，今天第1天营业。我之前路过这里，记得是个烧烤店啊。改行了，做烤鱼。老板有什么推荐吗？第一次来的话，可以试试我们的招牌牛油香辣烤鱼，微辣一般都能接受。配菜的话，毛肚、鸭肠、贡菜都是招牌。你2位要尝尝吗？2个年轻人对视一眼，点了点头。我转身去了后厨，很快1口红油翻滚的烤盘端上了桌，2人迫不及待拿起筷子，夹起一块鱼肉送进嘴里后，眼睛瞬间就亮了。天哪，这个锅底的味道好正，我从来没吃过这个口味，简直绝了！烤鱼麻辣鲜香，但一点都不烧心，配菜脆嫩弹牙，非常的新鲜。接着烤盘红油翻滚，蒸汽升腾，2个人的额头上都沁出了汗珠，但谁也不肯放下筷子。街对面老赵他们还在打牌，对于店里这唯一的一桌客人，他们投来轻蔑的一瞥。看见没，就2个小年轻，估计是走错门了。这种客人吃一次就不会再来了。就是烤鱼有什么好吃的？还是咱们的烤串香。40分钟后，2个年轻人面前的盘子干干净净，烤盘也吃得差不多了，满足的靠在椅背上长舒了一口气。老板多少钱？烤鱼128，配菜48，再加2份素菜和2碗米饭，一共186。186，这个量，这个味道，老板你没搞错吧？价格没错，您是对我们的菜品味道不满意吗？如果是，大可以直说，我们一定虚心接受并改进。你误会了，我是想说这味道，这价格太值了。老板，你们这个锅底是自己炒的吗？对，是我爷爷传下来的方子。怪不得和外面的完全不一样，我们还会再来的。等明天我带着同事一起来。顾谦终于有客人了，还说明天要来。
我看到了。那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因为我知道，只要有人吃过，就一定会回头。我对爷爷的方子有着绝对信心。第二天晚上，那对情侣果然又来了，而且还带来了几个同事。他们熟门熟路的走进来，热情的向同伴介绍：“我跟你们说，就是这家，昨天我发现的宝藏小馆，特别是那个牛油烤鱼绝了，一定颠覆你的认知。一家烤鱼店能好吃到哪里去？不都差不多吗？你试试就知道了。老板，今天还是老样子，各来2份，再加1份贡菜，1份苕粉。”几个人要了一条大鱼，锅端上去后只吃了一口，几个新来的眼睛就直了。这个鱼肉怎么这么嫩？我说什么来着？这个锅底好香啊，不是那种工业辣，是那种很醇厚的辣，吃完嘴里不烧不燥。老板，你们这个底料卖不卖？我想买点回家自己煮。抱歉，底料不外卖，只限堂食。可惜了。他们吃得满头大汗，谁也不肯放下筷子。一桌人说说笑笑，气氛热烈。烤鱼的香气从店里飘出去，引得路过的行人频频回头。随后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位客人，有附近大学的学生，有路过的情侣，还有一个提着电脑包刚下班的程序员。到了晚上8点，店里12张桌子坐满了6桌，虽然才一半，但对于第一天正式营业来说已经是惊喜了。街对面老赵已经笑不出来了，因为他们的烧烤摊今晚只来了3桌客人，其中1桌还是他们自己人。怎么回事？那些人哪来的？赵哥，你说他们会不会是顾谦花钱请来的托，故意演给咱们看的？哦，对，肯定是他花钱请来的托，看着吧，演不了几天，等他钱烧完了，马上就得关门。可是那几个客人看起来不像是托啊，你看那个小伙子吃的多香。你懂什么？现在请托都请专业的，你以为还是以前那种随便找个人坐那儿？他们争论了半天，谁也没说服谁，但每个人的心里都隐隐有些不安，因为他们注意到那些从我店里出来的客人脸上都带着满足的笑容，甚至有人刚出店门口就拿出手机搜这家店的名字。晚上10点送走最后1桌客人，王阿姨兴冲冲地拿着账单跑过来。顾谦，你猜今天卖了多少钱？多少？2300块，就1天。还行。还行，这比咱们以前卖烧烤的时候差不了多少啊！而且这才是第一天，哈哈哈，慢慢来，口碑需要时间积累。对，得赶紧去备明天要用的材料，我有预感，明天的生意一定会更好。闻言，我心里也很激动，但我知道这才刚刚开始。1周后，店里的生意稳定了下来，每天晚上6点到9点，店里12张桌子能坐满80%，周末甚至需要等位，来的客人几乎都是新面孔，通过口口相传找过来。而老赵他们的烧烤摊生意一天比一天差，开始还能靠一些不明真相的老客撑着，但渐渐的连老客都不来了，原因很简单，味道不行了。老赵他们以前在我店里干活，用的是我统一采购的食材，品质有保障，现在自己单干，为了省钱买的肉都是最便宜的冷冻货，烤出来又柴又腥，再加上他们几个服务态度差，客人多问2句就不耐烦，口碑一落千丈。这天晚上店里正忙，一个以前经常来吃烧烤的老客刘哥在门口探头探脑，之后被老赵硬生生推了进来。去，老刘，进去问问，就问他那烤鱼底料是不是用老油做的，凭什么卖那么贵？老刘一脸为难的走进来，他那畏畏缩缩的样子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老板，你这还在忙啊？我就是听人说你这烤鱼锅底38块钱1份，用的不是什么好油，是回收的老油。话音刚落，店里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正在涮烤鱼的客人都停下了筷子，目光齐刷刷的聚焦在我身上。刘哥，你听谁说的？就是外面的人瞎传。外面的人是不是赵师傅他们？老刘的脸一下子涨红了，他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老刘是个老实人，他是被老赵当枪使了，叹了口气，没有为难他，而是转身面向所有客人朗声说道：各位，我知道最近外面有些关于小店的谣言，说我用回收的老油以次充好卖高价。我顾谦开店10年，对得起良心，但光说没用。为了让大家吃得放心，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将后厨对所有人公开。我会在店里装一个大屏幕，全程直播后厨配菜的过程，从洗菜切肉到底料的熬制，每一个环节大家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欢迎各位随时监督。老板大气，就冲你这句话，以后吃烤鱼我就来你家。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们信你。对，让那些谣言不攻自破。门口老赵的脸色由青转白，他本想用谣言毁了我，却没想到反而成了我免费的宣传。老刘低着头匆匆离开了，老赵在门口站了一会，也转身走了。第二天我兑现承诺，找人来在店里装了4台高清摄像头，1台对准炒料锅，1台对准切配台，1台对准洗鱼展示区，还有1台是全景画面，实时投放到墙上那65寸大屏幕上。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我还设置了一个透明的玻璃冷藏柜，作为食材展示区。新鲜的毛肚、鸭肠配菜整齐的码在碎冰上，旁边贴着当天的采购单据，几点几分从哪个供应商进的货，多少钱一斤，一目了然。这一举动成功的让我的店火了，当天晚上就有客人专门冲着透明厨房来打卡。你看那个就是老板，他在炒料。哇，真的全透明啊，连进货发票都贴出来了。这种店吃着才放心，外面那些烤鱼店后厨什么样根本不知道，更不用说用的什么油了。仅1周时间，店内日营业额突破2万大关，王阿姨忙得脚不沾地，但脸上的笑容就没消失过。晚上打烊后，王阿姨找到了我。顾谦，咱们是不是该多招几个人了？我一个人洗碗都洗不过来了，更别说还要上菜打扫卫生了。放心，我已经在招了。很快老周和小秦2个服务员就上岗了。
虽然是新手，但处理起店里的问题，个个不输王阿姨。意外出现在星期五这晚，店里走进一位年轻姑娘，容貌出众，化着精细的妆，手上举着手机稳定器。她刚踏进门，王阿姨心里就咯噔一下。她虽不懂啥叫探店博主，可那排场她眼熟，从前电视台去隔壁那家百年老字号采访时，摆出的也是这副阵势。嗨，亲爱的家人们，你们的小七探店笔记更新了。今天咱们要探的就是最近在网上特别火的那家附近烤鱼。听讲哦，这家店的老板特别厉害，直接对着后厨开启了直播。咱们现在就进去瞧一瞧，看看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小齐举着手机在店里转了一圈，镜头扫过透明冷藏柜，扫过后厨大屏幕，扫过墙上贴着的采购发票。哇塞，家人们，你们快看，一点不假，所有食材全在这敞着，后厨里每个动作都看得明明白白，连发票都给贴出来了。这家店也太让人踏实了吧。行了，环境分我先给拉满，接下来咱们来试试口味。他找了个空位坐下，我亲自给他端上一口牛油红汤锅，配了一份毛肚，一份配菜，一份贡菜，还特意嘱咐王阿姨不要因为他是博主就多给。家人们，你们看这个卖相，红油透亮，辣椒和花椒在里面翻滚，香气已经透过屏幕冲到你们鼻子里了吧。说着他夹了一片毛肚送进嘴里，下一秒直接愣住，眼睛瞪得大大的，大概10几秒后才惊叹出声。天哪，这个毛肚，我跟你们说，这个毛肚绝对是我吃过最脆的毛肚，不是那种泡发过的软绵绵的口感，是那种新鲜的脆生生的，在嘴里咯吱咯吱的感觉，而且一点都不腥。锅底的味道太正了，不是那种工业辣精的刺激，是那种很醇厚的慢慢在嘴里化开的辣，辣完之后还有一股回甘。我宣布，这是我今年吃到的最好吃的烤鱼，没有之一。小齐人格担保，绝对不是广告，我自己花钱吃的。他又夹起一筷子鱼肉，裹着红油和芝麻送进嘴里，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这个鱼肉嫩，太嫩了，应该是用嫩肉粉腌过的，或者就是鱼肉本身的品质好。我跟你们说，很多烤鱼店的鱼肉一煮就碎，你看这家切的厚薄均匀，煮多久都不会散。宝子们，这家店我给打9.8分，扣掉的0.2分是因为排队太难了。家人们，小齐强烈推荐你们来打卡，相信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记得给小齐一键3连，拜拜。顾谦，刚才那个姑娘是干嘛的？拿个手机拍来拍去的。探店博主有几十万粉丝的那种。几十万？那她拍咱们店是不是能帮咱们宣传？能，但如果她说不好的话，也能毁了咱们。那怎么办？不用怎么办，他说的是实话，咱们的烤鱼确实好吃，等着看吧。那条视频发出去后，第二天傍晚，店门口已经排起了一条长达50米的队伍。王阿姨站在收银台后面，看着外面黑压压的人群，手都在抖。顾谦，这也太多了吧，咱们这店做不下。别换暗号来，小秦去门口发号，每人一个号，叫号入座。整个周末，我的小店成了这座城市最新的网红打卡地。队伍从下午5点一直排到晚上10点，有人为了吃上一顿烤鱼等了3个小时，还有人从城市的另一端专门开车过来，就为了尝尝小齐推荐的烤鱼有多好吃。到了晚上11点算账的时候，王阿姨看着收款机上那个刺眼的数字，差点惊得说不出话来。45600元，顾谦，我们发财了！这才哪到哪。高兴之余，我开始复盘今天出现的问题。排队时间太长，有人等了3个小时还没吃饭，抱怨连连。菜品备货不足，毛肚和鱼肉在8点就卖光了，后面来的客人只能点素菜。有人试图插队，引发小摩擦，还有人因为等太久直接在网上给了差评。第二天我立刻打电话给生鲜供应商，把订货量提高了5倍，然后又联系了一个做软件开发的朋友，让他帮我用最快的速度开发一个小程序，用来线上取号预点单。接着又打印了几张巨大的告示，贴在店门口。为保证每一份烤鱼的品质，即日起本店将采取以下措施：一、每日限量供应80桌，售完即止；二为节约您的宝贵时间，本店启用线上排队系统，请扫描2维码取号，过号不候；三为保证口感，本店暂不接受预订，不提供外卖服务；四、每桌用餐时间限时2小时。什么还限时限量？老板也太任性了吧！我倒是支持，免得排队排到天荒地老，真正想吃的人反而吃不到。没错，那些不限量的店，人一多品质就下降，还是这样好。告示贴出去的当天排队的人更多了。与此同时，老赵正经历着开业以来最惨淡的一天。老赵他们在隔壁街开了一家烧烤店，装修照搬我以前的老店。开业第1周，靠着一些不明真相的老客，生意还算过得去。但很快客人们就发现了问题，羊肉串的肉质变柴了，烤的不是太焦就是太生。以前在我店里的时候，老赵负责烤，其他人负责穿串，分工明确，品质稳定。现在自己当老板，什么都管，什么都不精。更重要的是服务态度极差，几个师傅当了老板后，脾气比原来还大，客人一催单，他们就骂骂咧咧。到了第2周晚上，店里连1桌客人都没有。小马拿着手机第10遍刷着小齐的那条视频，视频里我的店里人山人海。赵哥，这顾谦也太离谱了吧！光靠一个烤鱼，咋就能搞出这么大动静？他那天天排长龙，咱们这边连个鬼影子都见不着。
离什么谱全都是他花钱雇的托，网上那些热度全是假的。你瞧那个叫什么小齐的，明摆着是拿钱办事的。可是我朋友昨天就去排队了，他说是真的很好吃，那个锅底。你知道个屁！爱撸串的和爱吃烤鱼的根本不是同一路人，他那是靠流量撑起来的，风头一过就凉了。咱们这才叫老底子，明白吗？老底子。赵哥，道理是这个道理，可咱们店里一天到晚冷冷清清的没几桌啊，今晚才进账不到200块钱，连房租都不够垫的。对呀，赵哥，咱们哥6个每天天一亮就得往外掏钱，再这么撑下去，咱凑的那30万可就彻底打了水漂了。全赖老赵，当初要不是你一个劲煽动，非闹什么技术入股，咱们这会儿还在顾钱那儿干得顺顺当当的。现在倒好，饭碗砸了，本钱也快折腾没了。当初提出来要分股份那会，你们谁不是抢着点头？如今局面不行了，就想着把锅全甩给我。我们是听你的，你是带头大哥。我带头让你们赔钱了吗？那又怎么样？谁嘴里蹦出来的没咱们他屁都不是，谁拍胸脯说的1个月准把他干趴下。现在瞧瞧人家红红火火，咱们连西北风都捞不着一口。几个人越吵越凶，声音越来越大。隔壁店的老板探头看了看，又缩回去了。行了，都消停会，光吵也解决不了事，咱们还是亲自去顾谦那边看看，他店里到底是个什么光景，怎么也得搞清楚，咱们到底输在什么地方了。晚上8点，老赵他们一行6人来到了我的店门口，此时依然排着40-50人的队伍，人们三两两的站着，对着玻璃柜里的新鲜食材指指点点，对着锅底的香气赞不绝口。一个刚从店里出来的年轻人正对着电话那头激动地说：“我跟你说，那锅底绝了，我吃了30年烤鱼，没吃过这个味道，你明天一定要来试试。”老赵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看向店内那块巨大的直播屏幕，屏幕上正是我在后厨亲自炒料的身影。就在这时，排队的顾客中有人认出了老赵他们。哎，你们不是隔壁那条街开烧烤店的师傅吗？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们也想吃烤鱼？他这一声让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投了过来，老赵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认错人了，我们就是来吃饭的。没认错，就是他们，就是那家烧烤店。上次我去吃，那个胖师傅把我的羊肉串烤糊了，我跟他说，他还不耐烦，说什么糊了才香，服务态度差的要命，气死我了。后来我再也没去过。就是他们啊，听说他们以前就是这家烤鱼店老板的烧烤师傅，后来集体辞职了，想自己单干。活该，谁让他们辞职的？现在人家老板做烤鱼火了，他们眼红了吧？可不是嘛，这就是报应。议论声一浪高过一浪，老赵2只耳朵烫得通红，他一声没吭，掉头就走，其余几人也全都垂着脑袋，灰溜溜的跟在他后面。我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傻瓜，安稳的活不干，非得跟着你们凑这摊子烂事儿。现在好了，程家的本钱全亏光了，我拿啥跟我爹妈交代？我爹上回还问我攒下多少钱，我答说有20万，如今连2万块都拿不出来了。你怨得了谁？当初提出来要自己干的时候，你不是头一个蹦起来叫好的？我还不是信了赵哥的话，赵哥说咱们这手艺是铁饭碗，走哪都饿不着，还说顾谦少了咱们啥也不是。如今呢，铁饭碗在哪儿？人家顾谦现在赚的盆满钵满咱们呢，连口凉水都喝不上。老赵，你倒是吭个声啊！当初你拍胸脯给我们担保，说1个月就能把本钱收回来，3个月就能把他那店给压垮，如今眼瞅着快1个月了，咱们连房租都付不出来了。所有人的目光带着怒火和怨气齐刷刷地扎向了老赵，而老赵只缩在角落里头，声都没吭一下。赵哥，你说句话吧，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全怪我有什么用？这事儿是我一个人拍板的吗？当初我提出来要技术入股，拿4成干股那会儿，你们谁不是乐得合不拢嘴？小马，你当时是不是头一个蹦出来的？如今亏了本，就全都往我身上推，真以为我这么好拿捏？可领头的是你，跑去跟顾谦摊牌的也是你，你还说咱们几个拧成一股绳，他不敢不留咱们。我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你们自己没有脑子吗？争吵很快变成了推搡，整个店里一片狼藉，椅子倒了几把，桌上的调料瓶摔碎了好几个。就在这时，门被推开了，房东王哥站在门口，后面还跟着2个闻着花臂的壮汉。吵什么吵？还让不让人做生意了？我隔了3条街都听见你们在吵。哎呦，王哥您来了，快坐快坐，喝点什么？别叫的那么亲热，我今天不是来跟你们叙旧的。这个月的房租15000该交了，另外上个月的水电费2300块也该结了。王哥，您看能不能宽限几天？我们这几天手头有点紧。紧？我看你们是快倒闭了吧？我每天打着经过，就没瞧见你们店里坐过3桌以上的客人。我跟你们讲，今天要是拿不出钱来，立马给我收拾东西走人，这铺子我不租了。房东身后那2个纹身壮汉往前走了一步，捏了捏拳头，发出咔吧咔吧的声响，几人脸色惨白。老赵摸遍了所有口袋，只掏出一把皱巴巴的零钱，数了数不到500块。此时他们从彼此的眼中只看到了恐惧和无助。要不我们回去找顾老板吧？赵哥，当初是你领着大伙出来的，如今你也得领着大伙回去啊！你去跟顾老板求求情，他耳朵根子软，以前咱们有过错，他不也照样饶了咱们？赵哥，咱们全听你的号令，只要你肯领着大伙儿回去，往后你还是咱们的老大哥。老赵的嘴唇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想起那天辞职时我拆掉烧烤炉时没有一丝犹豫的决绝，沉默了很久，他终于点了点头。第2天下午，老赵独自一人出现在我的店里。这个时间店里没有客人，王阿姨在擦桌子，我在准备晚上的食材。老赵站在门口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推门进来了。顾老板，老赵，你找我有什么事？我是专程来跟您赔不是的。从前的事是我们做错了，是我们昏了头，被利益糊了心，我们不该听外面的人瞎鼓捣，
不该跟您对着干，更不该在店里撒泼闹事。如今我们是真的醒悟过来了，哥几个总算明白，少了您这块地呀，我们啥也不是。顾老板，您宽宏大量念在咱们为这家店拼命干了10年的份上，就再赏咱们一回机会吧。老赵，第一，我这里不做烧烤，不碰烧烤也成，我们能从头学，什么苦活累活都行，刷碗、捡菜、切菜、扫地带、擦桌，啥差事咱们都不挑，只求您愿意留下咱们。第二，我店里现在不缺人，王阿姨和2个新招的服务员做得很好，我没有理由辞退他们，去招一些我不信任的人。顾老板，我们以后一定改，我们保证，我们给您当牛做马。第3点，老赵，自己选的路自己扛着，当初是你们主动撒手不干，卷走客人冲的那笔钱跑掉的，我不拦你们，是因为我早就对你们死心了。咱们老板和伙计的情分从那一刻就没了，账目也都两清了，所以说，请你以后别再来打扰我正常营业了。顾谦，你咋能这么心狠？10年啊，咱们跟了你整整10年，就算没功劳，也出了不少苦力吧？你就真的一点旧日情分都不顾？念旧情，你们抱成一团，专挑我店里最忙的节骨眼上撂挑子。那会儿旧情就已经喂了狗了，我拿出自己的老本给你们发工资，结果你们仗着自己是老资历，成天给我甩脸子的时候，谁又跟我提过旧情吗？老赵，回去吧，这世道缺了谁天都塌不下来。说完，我不再看他，回到厨房切菜。老赵愣愣地站在原地，什么都没说出来。王阿姨几次想开口，但看到我的表情，又把话咽了回去。最后，老赵转过身，慢慢地走出了门口。真的不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也挺可怜的。王阿姨，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们当初走的时候可没觉得我可怜。哎，也是。老赵那帮人再也没在我店里露过面。后来我零零碎碎听人说起，他们的烧烤店彻底黄了，房东把东西全给清了出来，换上了一把新锁。他们不光搭进去了30万本金，还欠了供货商好几万。到最后几人为了一堆破铜烂铁怎么分，差点动手打起来。老赵去了个工地搬砖扛活，小马回了老家，阿彪跑起了外卖，这些事我也是断断续续从别人口中听到的。老赵他们彻底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以为接下来会顺风顺水，却没想到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周一的早上，我刚到店里，就发现对面的空铺位正在装修，工人们进进出出，巨大的招牌上写着4个烫金大字：蜀香门第。王阿姨走过来，脸色不太好看。顾谦，你看对面好像也要开烤鱼店，我刚才打听了一下，说是全国连锁的，有好几10家分店，装修花了300万，光那个招牌就10几万，咱们能比得过吗？比不比得过，不是看谁花钱多。话虽这么说，我心里还是沉了一下。蜀香门第我听说过，是隔壁省会出来的品牌，主打网红装修和低价策略，在几个城市都火过一阵。他们选在我对面开店，明显是冲着我的客流来的。1周后，蜀香门第开业了，那阵仗确实吓人，门口摆了几10个花篮，请了舞狮队，还雇了几个穿着旗袍的迎宾小姐。开业前3天全场5折，消息一出，我的店门口排队的人直接少了一半。顾谦他们打5折啊，一份锅底才19块钱，咱们要不要也搞个活动？不搞。为什么？客人都被他们抢走了。王阿姨，您觉得咱们的客人是冲着便宜来的吗？那倒也不是，咱们的客人都是说好吃才来的。那就对了，便宜能吸引人一时，但留不住人。等他们的5折结束了，客人自然会回来。令我没想到的是，5折结束后，蜀香门第又推出了吃100送50的活动，继续低价引流。他们的店里天天爆满，而我的店虽然还有生意，但明显冷清了不少。小秦和老周都急了。顾哥，咱们真的不搞点活动吗？再这样下去，生意会越来越差的。而且对面那个店，我在网上看了评价，很多人都说便宜实惠，咱们的评论都是好吃，但有点贵，咱们是不是该降价？我觉得不能降，咱们的食材成本摆在那，毛肚用的是水牛鲜毛肚，配菜也是每日新进的，降了价就要亏本，亏本了就只能换便宜的食材，换了食材味道就不一样了，那不是砸自己招牌吗？可是不降价，客人越来越少怎么办？小秦说的对，我们不能无视对手。老周说的也对，我们不能降价。那怎么办？只有一条路，把品质做得更好，把服务做得更细，让客人觉得多花这几10块钱值。从明天开始，我们做3件事：第一，推出当日现杀鱼肉的承诺，鱼肉绝不过夜，卖不完的捐给社区的养老院；第二，每桌赠送1份泡菜独家配方，外面吃不到；第三，在等位区增加免费的零食和茶水，让客人等得不那么难受。这得花不少钱吧？花不了多少，泡菜的成本很低，但这是心意。客人来吃饭，吃的不只是味道，还有被尊重的感觉。第2天，我把这3件事落实了下去，效果比我预想的还要好。那批捐给养老院的鱼肉被院长发到了朋友圈，引来一致好评。泡菜更是意外之喜，很多客人吃完后专门问我能不能多给1份。不到1周时间，店里的客流量恢复了大半。然而这天中午，店里来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他坐下来之后并没有急着点菜，而是拿着手机到处拍照。顾哥，那个人有点奇怪，他从进门到现在一直在拍咱们的厨房，拍食材柜，拍墙上的采购发票。别紧张，咱们的店本来就透明，不怕拍。我没有去管他，但他吃完之后并没有离开，而是走到后厨门口，探头往里看。王阿姨正好端着盘子出来，差点撞上他。哎，这位客人，后厨不能进，您在外面看大屏幕就行。不好意思，我就是好奇，你们这个后厨太干净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干净的烤鱼店后厨。那当然，我们老板天天盯着呢。年轻人又站了一会才转身离开，我以为他只是个好奇的食客，没往心里去。但3天后，小秦拿着手机跑过来，脸色铁青。顾哥，你看这个。他把手机递给我，屏幕上是一篇公众号文章，标题赫然写着探店揭秘，网红顾忌烤鱼的后厨，真的有直播里那么干净吗？文章配了好几张照片，有后厨的
角落垃圾桶、排烟管道，角度刁钻，专拍一些不起眼的地方。文章里写道，笔者实地探访发现，该店虽然有大屏幕直播，但直播范围有限，后厨死角依然存在卫生隐患，垃圾桶未加盖排烟管道，积油严重。这是那个戴鸭舌帽的人写的，他就是来偷拍的。小秦别慌，把咱们的排烟管道清洗记录找出来拍个照，再把每个月第三方卫生检测报告也找出来。咱们有那个东西吗？有，我从开业第一天就做了，只是一直没贴出来。当天晚上我在店门口贴了一张新的告示，旁边附上了排烟管道清洗记录、卫生检测报告以及那篇公众号文章的截图。近日有自媒体对我店卫生状况提出质疑，现回应如下：一、排烟管道每半个月清洗一次，附清洗记录及发票；二、本店每月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卫生检测，结果均为优秀，附报告全文。三、欢迎任何媒体或个人随时到店实地检查，估计烤鱼经得起任何检验。告示贴出去的第二天，那篇公众号文章下面的评论区就炸了，有人把我们贴出来的证据转发过去，在评论区质问作者，你还有什么话说？作者没有回应，但文章却悄悄被删除了。这件事不但没有伤到我，反而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我的店，排队的人比以前更多了。后来我才知道，那篇公众号文章是蜀乡门第市场部找人写的，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搞垮我，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生意越来越好，人手却跟不上了。王阿姨一个人洗碗经常洗到凌晨，小秦一个人点单上菜结账，脚不沾地，老周在后厨既要切配又要盯出品，忙得连水都顾不上喝。我又开始招人，但招人比我想象的难，工资开的不低，可来应聘的不是干2天就走，就是根本干不了。有个小伙子来施工，第一天就把毛肚切成了碎片，王阿姨心疼的直叹气。这天晚上老周找到我，老板，我有个事想跟你说。你说。我有个老乡叫小何，之前在重庆一家烤鱼店干了5年切配，手艺很好。他最近想换个城市，问我这边要不要人，我觉得他合适，但他的工资要求有点高。多少？他想要8000。8000确实比我给老周的都高，不过如果手艺配得上，倒也能接受。让他来施工吧，如果他真的值8000，我给。小何第二天就来了，27、8岁的年纪，他走进后厨，看了一眼案板上的鱼肉，拿起刀手起刀落，一片片薄厚均匀的鱼生就整整齐齐地码在了盘子里。这孩子刀工真好。我又让他切毛肚配菜，每刀都干净利落，比我见过的任何切配工都快都准。试用期3天结束，我把他留下了，工资就按8000。老周，你带他，你比他多500。老板，我不要多的，你能把小何留下，我就高兴了。小何来了之后，后厨的效率提高了一大截，老周可以专心盯出品，小何负责切配，王阿姨只管洗碗和素菜，小秦负责前台，各司其职。我终于有时间可以琢磨新菜品了。那天晚上打烊后，我一个人在后厨翻着爷爷的笔记本，笔记本里除了底料的配方，还有10几道爷爷当年在码头烤鱼店里卖的配菜。这些老菜如果能恢复几道，说不定能成为新的招牌。我开始尝试复刻，第一道是酒糟肥肠，用爷爷的配方加上醪糟腐乳10几种香料，小火慢卤2个小时，出锅的时候整个后厨都是香味。我尝了一口，肥肠软糯，酒糟的甜和辣椒的辣完美融合，肥而不腻。第二天，我让小秦给几桌老客每人送了一小份，说是试吃新品。客人们吃完后的反应出乎意料的好。老板，这个肥肠太好吃了，什么时候正式上菜单？对呀，味道太绝了，是你们自己做的吗？我在别的烤鱼店从没见过这道菜，是你们自己做的吗？这个能不能单独打包1份？我想带回去给我老婆尝尝。1周后，我把酒糟肥肠、蒜泥蹄筋、辣卤牛舌3道老菜正式加到了菜单上，定价不高，但点单率出奇的高，很多客人专门冲着这几道菜来，说是全程独1份。小秦每次上菜的时候都要跟客人讲一遍这些菜的来历。这道酒糟肥肠啊，是我们老板爷爷传下来的方子，几10年前在朝天门码头就有了，您尝尝是不是和外面吃的不一样？口碑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的店不再只是一家网红店，开始有了老字号的味道。有美食杂志记者专门来采访，写了一篇长文，标题叫《一口烤鱼3代人的味道》。文章里把我爷爷的故事、我的故事，甚至老赵他们的故事都写了进去。文章发出后，店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那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80多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拄着拐杖。他在店门口站了很久，看着顾记烤鱼的招牌，眼眶有些红。小秦迎上去，客人您要吃些什么？你们老板姓顾吗？对，姓顾，您找他吗？不，我找他的爷爷。小秦愣了一下，赶紧跑进来叫我。我出去一看，老人已经坐在了门口的台阶上，喘着粗气。老人家，您找我爷爷？你就是老顾的孙子？对，我是顾谦。您认识我爷爷吗？何止认识，我叫周德茂。当年在朝天门码头，你爷爷的烤鱼馆就在我家的布庄隔壁。我和你爷爷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周爷爷，您快进来坐，王阿姨倒杯热茶。我把老人扶到店里最好的位置坐下。他环顾四周，看着透明厨房大屏幕、食材展示柜，喃喃地说：“老顾要是看到这个，不知道得多高兴。他当年就说，开烤鱼店最重要的是让人吃得放心，要把所有东西都摆出来，不能藏着掖着。你做到了。”周爷爷，您是怎么找到这的？我在杂志上看到了那篇文章，说朝天门码头顾记烤鱼的后人在城南开了家店。我想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就坐公交车来了，倒了好几趟车，找了半天才找到。您身体不好，别这么折腾，您打个电话我去看您。不，我得自己来，我得来看看老顾的店又开起来了。我让后厨给周爷爷做了一碗清汤烤鱼，配了几样软烂的菜，他吃了一口，眼泪就掉下来了。
就是这个味道，一模一样。老顾，你看到了吗？你的烤鱼又回来了。那天晚上，周爷爷给我讲了很多爷爷年轻时候的事，说爷爷当年为了找最好的辣椒，一个人坐船去贵州，在山上待了半个月。说爷爷炒料的时候从来不让别人看，但最后还是传给了我爸。周爷爷走的时候，我给他打包了一大份底料和一袋卤菜，他推辞了很久，最后还是收下了。他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那块招牌一眼。顾谦，你要把这家店开下去，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这口味道不要断了。周爷爷，我答应您。周爷爷走后，我一个人在后厨坐了很久，看着爷爷留下的那个空坛子，想起他说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它，忽然明白了一件事。难道爷爷说的万不得已不是指走投无路，而是指值得？爷爷您放心吧，这口味道不会断。店内生意好了，问题也来了。这天晚上小琴来找我，眼圈有些红。顾哥，我想跟你说个事，我想辞职。为什么？我觉得我干的挺多的，但工资一直没涨。我同学在别的地方当服务员，比我轻松，拿的比我多。我不是嫌少，我就是觉得不公平。我愣了一下，小琴是我从开业就带在身边的，干活利索，脑子也灵活，我一直很器重她。但她的工资确实不高，当初是按普通服务员的标准定的，可现在她干的活远远超出了服务员的范畴。点单、上菜、结账、处理投诉、管理排队，给客人讲菜品的来历，她几乎承担了一个店长的职责。我一直在想着怎么把店做好，怎么开发新品，怎么应对竞争对手，却忽略了身边的人。小琴，你说的对，是我的错。顾哥，我不是怪你。不，你该怪我，你干的比谁都多，我却一直没有给你涨工资。从明天开始，你的工资涨30%，另外从下个月开始，店里每个月的利润拿出5%分给所有员工，按贡献大小分。真的？真的。王阿姨、老周、小何，还有你，你们都是这家店的功臣，不该只拿死工资。第二天，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所有人，王阿姨当场就哭了。顾谦，我都这把年纪了，你还给我分钱？王阿姨，您每天洗碗洗到凌晨，没有您这家店开不下去，钱不多，是我的一点心意。从那以后，店里的氛围变了，小琴干得更起劲了。王阿姨每天哼着歌洗碗，老周开始主动研究新菜，小何甚至自己琢磨出了一套切配的标准化流程，把出品时间缩短了20%。我的店越来越好，于是又招了3个服务员，一个专门的切配工，一个洗碗工。王阿姨升了前厅主管，虽然她连主管是什么意思都不太懂，但每次别人叫她王主管，她都笑得合不拢嘴。这天晚上，店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个穿着定制西装的中年男人，吃完烤鱼后没有离开，而是拿出一张名片递到我面前。顾老板对吗？请问你是？我是绿洲集团的投资总监沈墨。我观察你的店已经半个月了，恕我直言，顾老板，你做的可能不是一家简单的烤鱼店。首先是极致的透明化后厨直播和食材展示，这在整个餐饮行业都是颠覆性的，你精准地抓住了当下消费者最核心的痛点——食品安全焦虑。你不是在卖烤鱼，你是在贩卖安心，这一点很多大品牌都做不到。其次是极高的出餐效率，翻台率远超同行。我算过你们店的翻台率平均是3.2次，而同类型的烤鱼店只有1.8次。最后是你自己打磨出来的一套打法。限量出菜、手机排号、到点翻台，这些听起来有些任性的规矩，反倒帮你挑出了最忠实的那批客人，守住了品牌的身价，还炒出了不少网上聊的热门话题。你们店的热度已经压过了一些连锁牌子。所以呢，你们找我是谈合作吗？也可以这么说，顾老板，兴许你自己都没察觉，你无意间整出的这个模式，要是拿去搞资本操盘和快速扩张，它能蹦出来的可能性，恐怕比你想的要大得多。他说的这一切和爷爷当年传下来的那套先做人后做烤鱼的理念竟然不谋而合，只不过爷爷用的是经验，他用的是一堆我听不懂的术语。我只是想安安稳稳地做好一家小店而已。顾老板，咱们聪明人面前不绕弯子，我今天登门是替绿洲集团跑一趟，跟您聊聊合作的事儿。我们在 CBD 最核心的地段做了一个高端商业项目，名字叫白云天。我们打算在那儿搞一个全新的精品美食区，诚心诚意地邀请顾记烤鱼作为第一批重点商户住进去。我们给您留的铺位是整个美食区里最好的一个，另外装修这块我们全包头3个月的房租也给您免了，还会砸上千万级别的推广费用，帮您往那儿带客人。我们只提一个条件，3个月之内这家新店的营业额要做到老店的2倍，要是您能拿下来，绿洲集团就会对您的品牌做第一轮天使投资，估值不会低于8位数。这个数字一出，王阿姨在旁边听得倒吸一口凉气，小琴手里的盘子差点掉地上，连一向沉稳的店长老周都停下了手里的活，震惊地看着这边。沈总，多谢您的赏识，这事体量不小，我得回去好好琢磨琢磨，3天之后给您回话。好，顾老板，我等你。我相信一个能亲手打造出这样一家店的人，他的野心绝不仅是这一方小天地。1000万啊，我们这是要上天了吗？你还考虑什么？答应吧。CBD 啊，那可是全城最繁华的地方，咱们要成大品牌了。这是个好机会，答应吧。都先别急着高兴，这件事既是好事也是坑。咱们都瞧见了自个儿的优势，可你们没瞧见的是咱的短板。咱们最大的软肋就是人手。眼下这家店我自个儿还能扛得住，可要是再开第2家，谁去盯着？谁来当后厨的头？谁能保证新店的锅底的滋味跟老店分毫不差？连锁串起来的是招牌，鼓死的是品质。一旦品质出了岔子，咱们如今攒下的这点名声，一夜之间就能全塌了。所以说，在拍板接不接这个邀约之前，咱得先把人的事给理顺了。我给每个人都分配了新的任务，让老周去学习门店管理，让小琴去学习标准化操作流程，让王阿姨负责培训新员工。我和他们约定好，3天后再开一次会议。3天后，沈墨准时来了。顾老板考虑的怎么样了？
沈总，我们同意了，但我这边有3个前提：第一，新店的烤鱼底料必须由我本人亲自熬制，不外采不代工；第二，新店的核心员工要由我老店的人手来带。3个月以内，我不接受任何外调的管理层。第3，万一品质出了状况，我有权暂停营业，您这边不得干预。顾老板，你比我想的要专业得多，这3个条件我代表公司全盘接受。答应了沈墨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万事开头难。新店的选址在 CBD 核心区，光是装修方案就改了7遍。沈墨派来的设计师是个海归，开口闭口就是沉浸式体验、社交货币、场景革命。他给我看的效果图确实漂亮，大理石桌面黄铜装饰，连灯光都是请专业团队设计的。但我只看了一眼就摇头了，这个后厨太小了，我的切配台要至少3米长，不然忙不过来。顾老板，这个尺寸是我们根据标准后厨设计的，已经是最优解了。标准后厨，你做过烤鱼店吗？没有。那就按我的要求改，切备台加到3.5米，洗碗间扩大1倍，传菜通道至少留出1.2米。还有，这面墙不要做什么艺术装饰，给我装一整面大屏幕，我要直播后厨。可是这样会影响整体美学。我的美学就是让客人看见每一道菜是怎么出来的。设计师拗不过我，只好照改。沈墨知道后不但没生气，反而打电话给我。顾老板，你是对的，我们投过太多好看不好用的店，最后都死了。实用比好看重要。新店的装修延续了老店的透明风格，一整面墙的直播屏幕，一个巨大的透明食材展示柜，灯光打的每一个食材都像艺术品。门口还设了一个自助取号机和线上小程序。打通装修的同时，我开始培训新员工。新招的厨师长叫张丽，在知名连锁烤鱼店干了8年，履历漂亮的不像话。来施工的第1天，我让他炒一锅底料，他动作熟练，流程标准，火候精准。但我尝了一口，皱了皱眉。你用的辣椒是贝州的？对，小米辣，辣度高，颜色好。换用蜀道山2荆条，辣度低一点，但香气更足。可是顾总，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烤鱼店都用小米辣，客人认这个。我不是大多数。行，听您的。他重新炒了一锅，这次完全按照我的方法。出锅的时候，他闻了闻，眼睛亮了。这个香味确实不一样。记住了，味道这个东西，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张丽留了下来，新店也装修好了，接下来就是坐等开业。第2天白云天午休的人潮开始涌动，附近烤鱼的店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队。这些人与城南老店的顾客不同，他们几乎人手一杯咖啡，穿着价值不菲的西装和套裙，讨论着的是股票基金和下午的会议。尽管我们做好了准备，可开业当天还是发生了意外，因为瞬间涌入的人数太多，访问量过大，我们那个刚刚上线的小程序在开业的第3分钟就崩溃了，整个前厅出现了一瞬间的骚乱，排队的客人脸上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小琴通过对讲机焦急地向我汇报这个情况，而我丝毫没有慌张。小琴，立刻启动 B 计划，让服务员拿出备用的手写菜单和序号牌进行人工点单，告诉客人们，因为系统问题，今天所有点单的客人全部赠送一份我们自己熬的酸梅汤作为补偿。老周注意听单，按序号出餐，稳住不要乱。开业第1天，在经历了短暂的混乱后，新店迅速进入了高效运转的状态。老周在后厨盯着出餐，小琴在前厅协调排队。王阿姨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她主动负责给客人倒水安抚情绪。晚上10点，我们送走了最后一位客人。小琴拿着今天的数据报表冲进后厨。顾哥，不得了了，出大事了！怎么回事？你慢慢说。我们今天的营业额突破了8万。闻言，所有人都欢呼了起来。我站在那里，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感觉。爷爷，您看到了吗？您的烤鱼开到 CBD 了。与此同时，我的店进驻白云天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城，各大本地美食公众号、新闻媒体都争相报道了这个从城南小巷里走出来的餐饮神话。有人写从烧烤摊到烤鱼帝国，这个男人用了不到2个月；有人写顾谦被师傅抛弃后，我靠祖传秘方翻身，我成了本地餐饮圈的传奇人物。各种邀约纷至沓来，有人请我去演讲，有人请我加盟，有人想买我的底料配方。我一概婉拒，不是我不想要更大的事业，而是我知道根基不稳，爬得越高摔得越惨。我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把这2家店做好，把品质守住，把团队带好，至于其他的以后再说。此时此刻，老赵正蹲在白云天地下3层的停车场里，吃着一个冰冷干硬的馒头。他找到了一份新工作，给清洁公司当保洁员，负责的区域恰好就是星光。中午，他正在负1层的卫生间里清理垃圾桶。2个刚从楼上美式广场下来的白领丽人走了过来。天呀，那个顾记烤鱼也太火了吧！我排了40分钟才吃上，关键是那价格简直了。是啊，真的太好吃了，那个牛油锅底绝了，价格还实惠，2个人吃了不到200块，简直是做慈善。我更佩服他们那个老板，叫顾谦是吧？我看报道了，说他以前是开烧烤店的，被几个老师傅给坑了，结果人家自己拿出祖传的烤鱼底料翻身了，也太励志了吧！可不是吗？这种有脑子有魄力的人，活该他发财，不像那些自以为是的老油条，早晚被时代淘汰。此时的老赵躲在隔间里捂着胸口，疼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后来他趁着工作的时候顺道去偷偷看了我一眼。我正站在新店门口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穿着得体的西装，笑容自信而从容，身后是热气腾腾的烤鱼和排着长队的客人。老赵远远地站着，看了很久，然后他低下头，推着清洁车走进了消防通道。我的顾记烤鱼事业越做越大，从城南一家小店到 CBD 的旗舰店，再到全市5家分店。我从顾老板变成了顾总，从一个人支撑一家店，到带领上百人的团队，我的烤鱼帝国看起来坚不可摧。然而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周3下午，我正在 CBD 旗舰店的后厨检查食材，手机突然震了起来。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老周。老板出事了，
出大事了！有客人在锅底吃出了虫子啊！什么虫子？在哪个锅底？客人现在什么状态？是蟑螂，在红油锅里。客人拍了照片发到了网上，现在大厅里的客人都在拿手机拍，还有人在直播。我马上过去。我挂断电话，扯下围裙就往外走。几分钟后，来到 CBD 店的大厅，店门口已经围了一圈人，所有人都抬着头像看戏一样看着中间那桌。那桌坐着一对夫妻，面前的红油锅里浮着一只蟑螂。家人们，你们看看。这就是网上吹上天的顾记烤鱼，这就是那个号称全透明厨房的良心店，锅里有蟑螂，活生生的蟑螂。这位女士，我是这家店的老板，这件事我会给您一个交代。交代？你怎么交代？赔钱？我告诉你，我不稀罕你的钱，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这家店有多脏。对，我老婆怀孕6个月了，万一吃出什么问题，你们负得起责任吗？您二位的心情我理解。这样，我先陪您去医院做个检查，所有费用我来出。至于这件事的原因，我会在3个小时内查清楚，当着所有人的面公布。不用假惺惺了，我们已经拍完视频，等会儿就发到网上，让所有人都看看你们的真面目。男人和妻子拿起包扬长而去，大厅里的客人开始骚动，有人拿出手机对着那只蟑螂拍特写，还有人干脆把刚端上来的菜退了。各位，今天的消费全部免单，对不起，是我们没做好，但我向各位保证，这件事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客人陆续离开，偌大的店里只剩下我、老周、王阿姨和几个不知所措的服务员。老板，我们的厨房每天消毒3次，怎么可能有蟑螂？这不可能啊！我查了后厨的所有监控，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那只蟑螂好像是凭空出现的。监控给我看看。老周把监控调了出来，我盯着屏幕一帧一帧的看，画面里后厨一切正常。那只锅底端上桌的时候，红油表面干干净净，但3分钟后，那桌客人自己往锅里下了菜，然后女人突然尖叫起来说锅里有蟑螂。我把画面定格放大，蟑螂竟然是从女人的袖子里掉出来的。老周，你过来看。这是故意找茬的。没错，蟑螂是死的，而且是干的。如果是从厨房里掉进去，应该是湿的，沾着红油。但这只蟑螂身上只有零星几点油渍，说明它是掉进锅里之后才被油溅到的。有人搞我们？不是有人搞我们，是有人花钱请人来搞我们。当天晚上那条视频在网上炸了，标题是网红烤鱼顾忌吃出蟑螂，老板态度傲慢，孕妇险遭不测。视频剪辑得很专业，把我说话的部分剪得断断续续，显得我态度恶劣，推卸责任，而女人哭诉的部分被完整保留。亏我还去排过队，恶心死了。所谓的透明厨房，原来都是作秀。这种店就该查封。老板的嘴脸真难看，出了事还那么横。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这些评论一言不发。小晴推门进来，眼圈通红。谷歌热搜第1了，所有分店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全是来骂我们的。还有客人堵在 CBD 店门口，拉着横幅说要我们关门。城南店门口也围了上百人，有人在直播，有人在发传单。顾哥，我们报警吧。报，但不只是报警。我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沈总，我是顾谦，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对，就是今天的事儿，不是意外是人为。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个人，那桌客人的男人，我见过他。3个月前，蜀香门第开业的时候，他是那个舞狮队的领队。你确定？80%，我需要你帮我找到确凿证据。给我2天时间。挂了电话，我又拨了一个号码，这次是打给一个做自媒体的朋友。阿杰，我需要你帮我做件事，我把监控视频发给你，你帮我剪一条澄清视频要快，今晚就要发。另外，帮我联系那几个转发量最大的博主，我有话跟他们说。顾哥，这事儿闹得太大了，你确定要现在发？要不要等风头过去？不能等，等1天，我的店就少活1年，今晚就发。凌晨1点澄清视频，发出标题是顾忌蟑螂事件真相，是谁在陷害我们？视频里我没有卖惨，没有煽情，而是把监控录像原封不动的放了出来，一帧一帧的解说。视频的最后，我对着镜头说了一段话。我知道有人想搞垮我，从我开店的第1天起，就有人想搞垮我，但我顾谦做事对得起良心。我的厨房是透明的，我的食材是新鲜的，我的底料是我爷爷传下来的，我经得起任何检验。至于今天这出戏，我已经报警了，我相信真相会水落石出。视频发出后，舆论开始反转，有人把2段视频放在一起对比，发现那桌客人的说法前后矛盾，也有人扒出了那个男人的身份，他确实是蜀香门第舞狮队的领队，而蜀香门第的市场部经理。和那篇抹黑顾忌的公众号文章，作者是大学同学。2天后，沈墨打来电话。查到了，那桌客人收了5万块，转账记录、聊天截图全都有，是蜀香门第的市场部策划的。他们不仅在 CBD 店动了手脚，还准备在城南店和另外2家分店也搞类似的事。直接报警吧，让警察来处理。你不打算告他们？告，但不是现在，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我挂断电话，推开办公室的门，大厅里王阿姨、老周、小晴，碰巧所有人都在。从明天开始，所有分店暂停营业3天。什么？3天？那得损失多少钱？损失多少都认。这3天我要做3件事：第一，所有后厨彻底清洗消毒，请第三方机构做全面检测，出具报告；第二，所有员工重新培训，服务流程危机处理食品安全一项都不能少；第三，我要亲自去每一家分店，给每一桌客人道歉。不管是不是我们的错，客人受到了惊吓就是我们的错。可你又没错，凭什么你道歉？
王阿姨，这家店的招牌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客人认的是我这个人。我道歉不是因为我错了，是因为我在乎。3天后，顾记烤鱼重新开业时，门口赫然贴着一张巨大的告示，上面展示着3样东西：后厨卫生的第3方检测报告、蜀香门第陷害事件的警局回执、先行赔付制度的落实文件。告示贴出1周后，营业额恢复到了原来的80%，而蜀香门第在事件曝光后的第10天，悄悄摘下了招牌。他们的市场部经理被开除，老板在网络上发了一封道歉信，然后删号跑路。我没有庆祝，只是站在 CBD 店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排队的人群，淡淡的说了一句：爷爷，我又过了一关。这场风波之后，顾记烤鱼的名字彻底从网红店变成了良心店。后来有记者采访时问我，顾先生，您为什么能扛住这么大的舆论压力？因为我知道，只要我没有做错事，就没有人能打倒我。你可以陷害我一次，但你不可能永远陷害我，因为真相总会自己走出来。当初烧烤师傅集体辞职的时候，您怕不怕？怕，但我更怕的是这辈子都不敢打开我爷爷留给我的坛子。那你恨他们吗？不恨，甚至应该谢谢他们。如果不是他们逼我那一把，我可能这辈子都只是个开烧烤店的老板，永远不敢把爷爷的烤鱼拿出来。记者把这段话写进了报道里，老赵有没有看到？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的烧烤店火了10年，现在我的烤鱼店才刚刚开始。